王毅同志，咱老方说话算话，我答应过你，要活着回来。 吃着啊！来，赶紧弄上来菜啊！来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陆小将，不是我吹啊！别说这运输船，就是鬼子那战列舰，我们营长也干翻过。就那个什么鬼子那个亲王。 那也是被我们营长送的命。哦，那个亲王不是还没死吗？没有确定吧？那是因为啊，小鬼子太好面，不好意思承认，你知道吗？就我师傅一出马，那鬼子亲王还能活，是不是？是。陆长官。 我张德彪有眼不识泰山，不认识您这尊真神，您不要挂在心上。我向您敬酒赔罪。哎呀，没事了，彪哥，喝。哎，干！哎，哦，陆老弟还真是好酒量啊！那是，我们营长喝酒的本事比他用炮还强呢。喝酒我就没看有谁能喝过他。东啊，这我就不信了。你要是用炮。 我服他，喝酒，他不如我啊！陆长官啊，你不光救了我张德彪这条贱命，你还救了我们船军几百条人命啊，是不是啊？别这么说，彪哥，郭师长他也救过我的命，要不是郭师长啊，我就被腻了。干！ 好。陆长官，我们船军命贱，平时打仗啊，10几条人命都换不回一个鬼子呀。遇上鬼子的飞机和大炮，我们只有拿人命往上填呐。好多兄弟连鬼子的面都没见着。 就死求，哎，陆长官，我求求你，留下来教我们打炮吧，让我们多杀些鬼子，少死些人。只要各位弟兄不拿我当外人，我们仨就留在这儿。 和大伙一块打鬼子！好，弟兄们，把酒都端起来。陆老弟，多谢了，谢谢。干了，干！
都盯我半天了，我又不是大姑娘，还能盯出花来呀？啊？这段时间，你都经历了啥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对啊。要不我掐你几下，看看你是不是在做梦。哎，你要觉得不合适啊，那你就掐我几下。你要觉得这个不过瘾的话，你就把手抡圆了，来，给咱一个大嘴巴，来。去，你这脸皮比那城墙还厚。正是因为咱们这个皮糙肉厚，才扛过了小鬼子严刑拷打呀！啊，等着让那帮小鬼子一定去报仇。来日方长，只要你回来了，总有收拾他们的时候。这一次啊，我本来觉得呀是过不去了，但是没有想到，梅应苏他救了我。邱社长说的没错，这梅姑娘的确有些本事。我们是要想想怎么把她救出来。政委，这样啊，咱们俩呀，好好商量商量。我想，明天就想去救人。啊，对了，这几天我不在队伍上，咱们队伍啥情况啊？你跟我说道说道。也没啥情况，好，就是总有人隔三差五的要替你报仇。我说，这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？你是政委，你不经常跟我们说吗？啊，咱们闹革命是为了啥？明天我得好好的训训这帮臭小子。你是咱们的队长，不一样的。别说是他们了，就是我也三番五次。你这么盯着我干啥？我说这个政委，平时你10句有8句都在批评我。你说这今天怎么就对我这么和蔼可亲呢？我还真不知道该咋办了呢。咋的？在你心里，我就这么凶巴巴的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老子的队伍里面就应该有你这样的政委，真的，实心实意的说。错，方汉同志，咱们是党的队伍，人民的队伍，要始终保持不变的革命信仰、革命宗旨。哎呀，对，政委，还是你的觉悟高啊！是党的队伍，是人民的队伍。哎呀，我这老一阵子没听你念这个经了啊！我这一天你这一念，我心里边咋还，哎呦，这个舒服哟！快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哦。看师傅这点能耐吧。哎呀，我之前就说过，我打仗是不如他，但是我喝酒，我能喝他俩，还能拐个弯儿。哎呀，你快点儿。来，弄点水去，擦一下。老赵，你别以为我没看见。那最后那3碗酒，你都倒你自己身上了。你眼睛咋那么好使呢？没错，没有错，你这给我说，给我吃点儿，吃点棍。总是因为
算啥？8天明白510，3问3发举左手。哎呀，这师傅啊，是真喜欢苏小姐啊，真喜欢。那可不，营长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面恨不得立刻回去把小苏姐救回来。哎，等这仗打完了，你打算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家里没人了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。据点阁下，司令部发来电报。拿过来。我军在煤炭山附近被击沉了一艘运输舰。根据前线的情报，中国军队在3公里外用一门山炮向我军的运输舰发起攻击，一共发射了3发炮弹，第3发命中弹药库，剧烈的爆炸导致我军的运输舰沉没。随后，我军发起空袭，发现敌军的炮兵阵地已经撤离。我记得煤炭山附近是川军的战线，以前可有运输舰被击沉的记录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看来这支中国的炮兵部队有高手加入。周瑾，去把牧野军找来。嘿，陆浩云，这次会是你吗？顾大柱，到！我说你连长，这里。李斌，我听政委说，你们个个的都张罗着给我报仇啊！啊？你们成啥了？那你们就成了真正的土匪了。咱们闹革命是为了啥呀？是为了给穷苦老百姓打天下，给娃娃们打出一片天地来。说到这儿，我就得跟你们讲一讲红军发生的事儿了。当时，咱们红军进入了大凉山，被彝人给包围了。咱们就提出了一个政策，给穷苦老百姓打天下。紧接着，刘伯承将军就跟彝族的这个头人小叶丹杀鸡饮血为盟，这样咱们就顺利的通过了大凉山嘛。到了大渡河之后，咱们选了23名敢死队，在那个铁链子桥上铺上木头板子，飞夺泸定桥，最后保证了大军顺利的通过了。雪山上冷不冷啊，兄弟们啊？冷。红军有啥？身上单衣单褂呀，那皮都冻开了。但是，咱们愣是用这种精神，战胜了严寒，通过了大雪山，最后走过了大草地，到达了延安。前前后后，咱们经历了400多场战斗啊，牺牲了多少兄弟姐妹？这个仇都得报吗？不对，
这是一种精神，红军精神，永不言败的精神。就像政委说的，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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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官，这些兵啊，都是刚补充进炮兵营的，师座特意挑了全师枪法最好的兵。彪哥，打枪和打炮不同，你怎么能这么学人呢？啊，就是，跟我们炮兵的火炮相比，你们步兵手里那些步枪，那就是那烧火棍，烧火棍，那能一样吗？不都是打准吗？哦，我瞎说的呀。长官您说了算，您需要什么样的兵，我这就带您去挑。这位陆长官是我们炮兵营的新营长，也是我们的教官。我张德彪是副营长。陆长官会教你们这些龟儿子打炮啊，让你们少死些人，多杀些鬼子。他说的话就是军令，谁他妈的要敢不听，老子把他的脑袋剁下来。现在欢迎。陆长官，你来说两句。各位弟兄们好，我是陆浩云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的指挥官，也是你们的教官。请大家注意，有谁上过高等中学的吗？有上过初等中学的吗？没上过。长官，你这是要做啥子？有上过高等小学的吗？我上过。你留下，其他解散。哎，听到了没有？滚！都滚！长官，你连他们都不要啊？他们可是我们师枪法最好的兵了，他们都不要，你要啥子人哦？要读过书的，要懂数学的。数学？哎呦，这是打仗又不是整学问，这不没有学问，你怎么学打炮？你懂三角函数吗？懂平面几何吗？三角函数啥子东西？啊？可不咋的，就你没文化还想学炮，还想跟我师傅学炮，跟我学我都不教你。彪哥，你转告郭师长，把全市文化水平最高的全给我调过来，尤其是要懂数学的。是，长官。解散。土老帽什么都不懂，没文化。家强，你没事你教教他。你说什么？陆少校要求炮兵至少要上过高小。师长，陆长官的本事我服气，可这打炮跟上没上过学堂有啥子关系吗？那不是拿秀才去打仗了吗？你懂什么呀？陆少校是留过洋的人，他的本事你也看到了，他说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。杨山，到，你在全市找一下，把读过高小的人都给我找出来，给陆营长送过去。是，长官。你还有事吗？是。知天殿，有何吩咐？你看一下，
这种火炮技术很少见吧？确实，就算在帝国炮兵里面，能使用山炮，仅仅发射3枚炮弹就能击沉运输线的，也很少见。更何况距离还这么远，之后撤退还这么迅速。如此看来，你也认为是陆浩云？煤炭山前线距离南京并不远，陆浩云逃往煤炭山也是有可能的。但是中国人才济济，军中有为之事不在少数，所以并不能确定是不是陆浩云。我已经让情报组织加紧调查，查清楚这支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新加入的炮兵指挥官。我准备向司令部提出申请，前往当土，当地的军队将规划我指挥，包括前线的炮兵部队。牧野军是否有兴趣同行？织田殿，我是帝国军人，当然义不容辞。上次的事，我不该怀疑你。不过你的做法也确实不妥，加上你和陆浩云之间的关系，难免令人生疑。如果这次陆浩云真的在煤炭山前线，牧野军应该知道怎么做吧？殿下，我和陆浩云虽然是朋友，但是两国交战各为其主，我不会公私不分的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的梅小姐伤势如何？多谢殿下挂念，她好多了。为了让牧野军可以安心作战，到了当土，我会帮你好好照顾梅小姐。什么？她也要去？当然，梅小姐是牧野军的心上人，自然要一起带上，以免留在这里到处乱跑，遇到危险。既然这样，有劳殿下了。长官，人我都凑齐了，整整50个人呢，大部分都是上过高校的，其中还有2个是上过高中的。咱们市的秀才全部都在那儿了。日本的普通士兵最起码都是小学毕业，像炮兵这种技术兵种都是初中，这本来就是最基本的要求。咱们的武器训练肯定不如日军，可这兵员素质不能差得太远，否则训练科目没法开展。彪哥啊，你认不认字啊？你太小瞧人了嘛！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，先生还夸我是文曲星下凡呢。就他这样还文曲星下凡，我看像猪八戒转世还差不多。听他吹呢，感觉自己喝过墨水了。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喝多了没醒酒。不像，感觉像今天早上喝的。长官，什么时候上课？我把靶子和炮弹都准备好了，全都在那儿了。今天不教。咱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呢，前线的兄弟们还等着咱们呢。长官，彪哥，到底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？肯定是你说了算嘛，我这不是着急嘛。长官，请。各位，你们都是我挑出来的人，个个都金贵。可是，你们在杀鬼子之前，得先保住自己的命。这命要是没了，仗就没法打了。所以，我们133师炮兵营上的第一堂课，就是学习如何构筑炮兵阵地。为了节约时间，我直接给出答案。比方说这个山头，炮兵阵地
建立的最好地点，并不是在山坡上。虽然山坡上视野开阔，但容易暴露，极容易受到日军飞机或者火炮的攻击，所以最佳地点应该是在反斜面上。那看都看不见鬼子，咋给我打来？是啊，看都看不到呢。彪哥，啊，提问前先举手，我同意了再提问。就是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你也一样。所以在棱线或者其他高点上，要建立炮兵观察哨。你们利用旗语、电话，如果条件不允许，给我扯着脖子喊，告诉反斜面上的炮兵阵地，报告参数，让炮兵发起攻击。妈呀，打个炮这么麻烦呢？我们建立好炮兵阵地后，就要开始构筑炮位工事。炮界要开阔，同时要做好隐蔽。比方说这门山炮，它可以半掩埋，也可以放在平地上，但是炮位工事的前方、侧翼要构筑弧形土垒，前方土垒不能高过火线高度，后方要平整，最好连接道路，以便随时撤退。师傅，是不是新田镇那种？就是。各位，中国积弱积贫久矣，重工业更是十分落后。中日两国这场战争，我们会始终处在炮火弱势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隐蔽和撤退。如果来不及构筑炮位工事，就地给我挖个坑。如果旁边有灌木丛，马上把炮拖进去，可以发挥炮的直射作用，但是迫击炮不可以。如果火炮要发射曲线抛渡，也不可以。另外，我们需要自制防空网，是用来隐蔽日军飞机的侦察。防空网上面呢，要缠上树枝、树叶，棕色的、绿色的，总之，我们要躲开天上那只铁鸟。这个不教咋个打炮，净教咋个隐蔽，打得赢鬼子不？就是啊。不想学滚蛋！小叔，对不起，你受委屈了。一个阶下囚，还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？不过现在又要把我运到哪儿去啊？当涂县城。去那儿干什么？陆浩云有可能逃到当涂附近的煤炭山。直连店的意思是击杀陆浩云，所以我们全都要过去。他在当涂，他现在怎么样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他应该就在煤炭山。你们杀不了陆浩云的，别做梦。陆浩云虽然优秀，但并非战胜不了。我的左手这样是危险，
右手，这样是安全的。别动。小叔啊，时间仓促，一切比较简陋。有什么需要，今晚跟我说。还有事儿吗？我和陆浩宇都是军人，在战场上较量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可是你不一样，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。只要你想要的，尽管跟我说，我会尽全力去完成。明天，我想让你带我出去一趟，行吗？小苏啊，这比外头安全。明天是我父母的忌日，他们是在北平沦陷后死在你们日本人手上的。我总不能在你们的驻地祭奠他们吧？刚才在路上，我看到了一座天主教堂。我母亲生前经常去做礼拜。小苏，如果是教堂，我可以带你去。真的？嗯。我说过，只要是你想的，我会尽力去完成。但有一些事情，像这场战争，像对陆浩远，这些事都不是我能左右的。我希望你可以谅解。好了，那你先早点休息，我明早来接你。小苏，如果不是这场战争，你会真心把我当朋友吗？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，这些如果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了。快点！队长，咱这来来回回观察一晚上了，这小鬼子也没啥动静，让我说，咱冲进去吧。这个时候，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想救梅姑娘。小鬼子戒备森严，别说大白天了，大晚上冲进去，那也只有送死的份儿。不能吧？
人上次一个都跑出来了，这现在这么多人呢。这救人和打鬼子能一样吗？啊！万一再把小鬼子给惊动了，他们再把梅姑娘给害了，你说咋办？咱们得按照计划行动。首先，得摸清织田那个娘们儿的行动路线还有时间，在她离开驻地的时候，制造混乱，找机会，才能够实施营救，懂吗？队长，是梅姑娘。来，我看看。她怎么出来了？你这梅姑娘看着不像是俘虏啊。就是啊，这国军那蒋委员长被逮着了，也没个待遇吧？哎，你说这小鬼子是咋回事啊？是不是看上梅姑娘了？假惺惺的献殷勤呢？哎，这反而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啊！啊，咱们不用在织田那个娘们身上打主意了，啊！通知外围的兄弟，跟上他们，找机会下手。是。队长，梅姑娘应该知道老吴那阴谋点吧？梅姑娘那么聪明，肯定会把他们引到那儿去，通知老吴，准备干活。是。孩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父母已经进入天堂，我在为他最后一次祈祷。使魔不致四害，免堕地狱，或生天堂，享主圣荣，也赐我将来同你在天上尽见圣荣，睹万圣万乐之美好。阿门。阿门。谢谢神父。神父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对天主教也非常的感兴趣。我想看一看你手里的圣血。